就这些动态数据有意义吗？有意义，它能让你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水平，但是它能帮你提高吗？我觉得不能。就我们认知里这么简单一个事儿，但是你倒得快呗，你都做不到。那你说你去纠结那2%的左右平衡，纠结那30毫秒的触地时间，你纠结那个2%、3%的步速损失，这些都不现实。目前跑步动态传感器里，据我所知，除了佳明和高驰自己这2个以外，只有 Stride 可以，只有它可以。高驰那个心率臂带差不多跑了得有快上万公里了，然后从来没有出现过数据和连接的问题，从来没有过，就非常的可靠和准确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25号星期三早晨5点14，今天又是周三，是合练的日子。课表是321，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，中间间隔我也不记得一两分钟吧。反正3公里之后那肯定至少是2分钟。那今天冲的是麦盛的那个有糖的电解质粉，10克一包，它那好像是100克1300多千焦，400来千卡，那10克就是40多。就电解质加糖的那种。看今天的衣服，新的队服黑色的版本，然后看短裤啊，看怎么样？这个颜色，新拿到的粉色的那道，而且今天穿了双新的袜子，不是5指袜，是个新品牌。这个我穿一穿再跟大家汇报，看一下先。这周末要去参加函馆马拉松，虽然不是目标赛事，但是这周也要调整一下。这周特别累，前天那个场地赛是前天吗？不是大前天场地赛跑完，昨天还没完全缓过来，今天还是带了胸带的心率带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些数据和这些设备，好吗？那我们出发大阪城。本当に朝練のメンバーと走れたことがですね、めちゃめちゃ楽しかったですし、本当前の夜とかワクワクするぐらいですね、本当楽しかったです。本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多分3年後には帰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、はい、待ってます。一緒に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やった。平田連はそうですね。来れるかな。そう月1回平田連は、はい、待ってますので。待ってます。准备开始今天的321，天气很闷热，然后跑完那个场地赛，小腿还是有一点点反应。到今天，但是小腿的反应比第一次跑场地5000要好很多了。准备，走。还行，今天不快，周末要去函馆马拉松。对。哎。到。本田先生这周末去佐吕间湖的100公里。本田先生，彭大桑。
第3公里3分30，整个可能是3分30，还是第3公里，我不知道，看一下啊。3分25，那就整体是3分30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这个有糖的电解质也还可以。你看，我这一瓶加上糖40多千卡，其实也不会有热量焦虑，但是喝起来就觉得甜多了。这不是代糖，就是有糖的。不行，太热了。这个今年这个队服领子和袖口都比较收。而且比较厚，休息3分钟，还有1分20，啊不对，1分35。走。ありがとう。お疲れ。到。到。到，加油！来到马吉了，来到。好的，哎，算了，算了，3分19，这2公里平均3分20，还有快10秒，就累好多呀！还到，冲刺了，冲刺了，冲刺了！还到，哦，真的累了，要不然湿透了，这个有点厚。没关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天气太热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台风要来这儿。我也不行了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腿发软。太自然。啊，最後リザルト勝負。よし。リザルト。ナイス。ナイス。30秒前。哦，不是，也是休息3分钟。あ、いやいやいや、もうヘロヘロ状態です。あれです。嬉しいな。15秒前。はい。5秒前。はい。走。
太大。到，ありがとうさ皆さん。nice， 哇，3分10，ナイス平田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リ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ナイスだ。ナイスだ。哦，太快了！啊，刚才都恍惚了，我忘了，我上一圈回来把水放这边地下了，我还找呢。那天田宫先生周6的时候放手机，都没人拿，最后也在那儿。マキさん。リさん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マキさん。本当に。ありがとう。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啊。快到！哎，小伙伴们，看看，按组查看。我们今天的课表是3、2、1，中间休息3分钟。但是按说那个2和1中间应该是2分半或者2分钟，但是那个2公里大家完成的时间不一样。像我这种合练，我的手表不管是佳明还是高驰，我都设置的是手动摁机圈键开始下一组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大家的休息上下差几秒。不会出问题，也不会尴尬，你也不用停表。第一个3公里的平均配速是，看看啊，平均配速是3分31，用了10分31秒7，平均心率是170，最大心率182，都不行了，哈哈哈哈。然后那个第二组是一个2公里，平均配速3分19，平均心率179，最大心率187。可以，然后看看最后这个1公里，最后这个1公里3分11秒04，平均心率179，最大心率188，步频215，触地时间167，步速损失百分比2.5，步幅1.45米，垂直振幅7.2厘米，垂直振幅比5%，还可以。今天穿的这双布鲁克斯龙卷风4 PB 啊，可以，这双。这已经从一双新鞋变成旧鞋了，
热，你看这地下这个水都是我滴答下来的，看顺着帽子，看见没？手也是，这样应该也能看见。夏天在北京的时候，北京夏天其实没有这儿热。你别看现在绝对温度这几天比这儿高，但是到盛夏的时候还是这儿热。这儿的湿度也高，然后气候不一样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夏天一般跑到景山，我在故宫绕一圈跑到景山的时候，差不多是14公里。从那个哪儿，从平安大街，从景山那一上平安大街到我们家，差不多正好7公里。这样就正好是一个21。我差不多一到景山的西门的时候，有时候把帽子转过来，那帽檐有时候会就是跟着颠簸碰到后边的脖子后背，就会有一股水流流下来。行，一会儿简单跟大家聊两句这些数据。你说这天气戴这心率带肯定是比不戴要难受一点的，但是为什么我现在选择戴？拍完训练，相机摄像头都没电了，这回来拿了充电壳，跟大家聊两句数据的事儿。你说夏天戴这个心率胸带难受吗？肯定是难受的，就是肯定是什么都不戴最舒服，甚至是手表。所以你们看这个场地赛正经的比赛，大家也都不戴表，对不对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套东西我是怎么看。首先，单个的手表能不能训练，能不能跑好，肯定是可以的。因为其实你最早你就记个时间，原来运动员得靠教练掐表，对不对？这些都不是你能跑出一个好成绩的充分条件，它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吧。就是比方像我觉得我喜欢记录各种数据，喜欢和自己以前去做一些对比，可能侧面说明，就像李丽教练说那2公里一样，可能侧面说明他是一个更认真的人，或者是怎么样。当然每个人认真的点不一样，我不是说不这样就不认真。所以像一个手表我觉得也可以，因为你要是不追求那些虽然现在很多手表也能做万式的动态的数据，比方说垂直振幅啊这些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万式数据这件事情的准确度还在探索和起步中。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就是心率臂带，我觉得对绝大多数小伙伴来说，心率臂带是足够用的。因为你看我从高驰那个心率臂带上市前2-3周就开始用到现在，差不多跑了得有快上万公里了，电池也没问题，然后从来没有出现过数据和连接的问题，从来没有过，就非常的可靠和准确。然后呢，有小伙伴说，那你为什么现在又戴上胸带了呢？这是另外一部分数据，就是最早有跑步动态数据，像垂直振幅啊、触地时间呀、左右平衡这些，是2015年的夏天，佳明更新它那个心率胸带的固件和手表的固件之后就支持了。为什么它能支持？是因为它是一个固定在身上的东西，就是它不会像手表一样跟着手这样动。所以呢，它最早是一个最容易测得这些数据的位置。然后后来为了解决心率胸带，很多人说不舒服，然后再随着万式的光电心率越来越普及，然后佳明就出了一个别在腰上的 POD 去解决这个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绝大部分小伙伴来说，一个心率的臂带和一个 POD，高驰的 POD、佳明的 POD， 就是看你是哪个生态。如果你是高驰那个生态，就用高驰的那个 POD； 如果你是佳明那个生态，就用佳明那个 POD。这2个生态都可以把这个 POD 换成 Stride 基本上可以测得这个跑步动态传感器可以测得的几乎所有的数据。唯一的劣势就是 Stride 的价格比较贵，然后它不是这个平台自己的东西，可能伴随着，比方你看 Stride。之前有一版更新了3个数据，什么刚性还是什么的，然后这2个佳明和高驰2个平台都是随后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支持上，这个是用第三方的配件的问题。但是目前跑步动态传感器里，据我所知，除了佳明和高驰自己这2个以外，只有 Stride 可以，只有它可以。然后这一套就很够了。那为什么我现在戴胸带？是因为伴随着 Forerunner 970和这个 HRM600这一套出来，是可以记录一个叫做佳明管它叫跑步经济性。这个经济性其实是我认为的是动作的经济性，不是说你的心肺的经济性。
当然这个数据的名字比较大，归根到数据上就是它能记录这个叫做步速损失。步速损失之前我说过好多次了，这个数据是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挺希望知道的一个数据。而这一套数据它目前只能通过 HRM600 加970测得，B 大呀 POD 呀都不行。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数据是因为一定要这个硬件和这个硬件才行，就我不认为它需要一个多精准的芯片，或者就是传感器，或者是一个多高算力的芯片，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这个数据本质上和垂直振幅、触底时间这些没有明显的区别，所以我认为，未来的趋势应该是这个数据也会做到 POD 里，然后呢也会下放到，但是我没有任何内部数据啊，也会下放到其他型号的手表里。然后我觉得高驰可能也会考虑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先天有一个 POD 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就目前这一代的硬件做固件的升级，就在我现在浅薄的认知里，因为我不是做硬件的，但是我是做互联网、做软件开发的，我写了10多年程序，所以在我浅薄的认识里，我觉得是有可能能够做到的，就看做还是不做。包括万世心率，就我总说Pace Pro 的硬件其实是很棒的，就真的是很棒的，所以就是怎么说呢？大家看软件进一步去更新，就是这样。那总结下来就是，您如果说我就锻炼身体，偶尔跑步，我对这些数据的精准性什么没有明显的要求，那您买一块普通的任何的运动手表都可以。可能现在就目前为止，高驰没有万世的跑步动态数据，但是我明确的和大家分享的是会有的，而且应该我猜啊，不会是新的硬件才有，我猜这个我没有很具体的内部消息，就确实就够了。而且这种小伙伴的需求，可能您还不是那种像我这样这么瘦，所以万世的心率手表的心率问题也不大，这些小伙伴就很 OK。比方像我家属这种情况，然后如果您进一步想追求心率准确，或者您已经跑得有点精英了，就很瘦了，可能万世心率达不到，或者说冬天所在的地方非常冷这种情况，那就配一个心率的臂带，谁家的都行。但是您如果是高驰的手表，就买高驰自己的那个心率臂带是最好的，而且那种心率臂带都是能同时连3个设备的，标准的蓝牙协议，同时连手机和手表，同时连2个手表都没有问题。然后或者同时连您的骑行台什么的都没有问题，或者您用电脑骑行台骑 Swift 连电脑也没有问题，就同时连是 OK 的，这些我都实验过。就这些动态数据有意义吗？有意义，它能让你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水平，但是它能帮你提高吗？我觉得不能。就像很多小伙伴说，我特担心我的步频特低。你说步频这么，就我们认知里这么简单一个事儿，那你倒得快呗，你都做不到。那你说你去纠结那2%的左右平衡，纠结那30毫秒的触地时间，你纠结那个2%、3%的步速损失，这些都不现实，因为这些你是没有抓手的，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提升它，你我只知道说，包括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说我跑得多了，书读百遍其义自现，我找到那个发力的感觉，我练得多了，我的肌肉关节变强了，或者再说的直白一点吧，就是我跑得快了，这些就都迎刃而解了，或者说它都不会差太多了。这就是真心话，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对不对？你这些其实你记住，或者你换个角度想，不管是心率、配速、时间、触地时间、左右平衡、垂直振幅、步速损失，所有的一切，其实最后你的目标都是在固定距离跑的时间越短，或者说固定时间跑的距离越长，没有其他的目的了。如果您是为了成绩的话，如果您为了锻炼身体，您也不会去很关注这些数据，对不对？讲道理，所以数据就是我们要做数据的主人，而不是做数据的奴隶。很多小伙伴在问说，你这个步频怎么改善呀，或者怎么样？您问我这个，就像我去请教别人这个步幅怎么能变大是一样的，它不太好言传。你像那次会长直播、会长连麦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，长距离训练呀，这些呀怎么样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就很明白，说，那我不太可能用一个208的运动员的感觉去指导240的运动员的感觉是一样的。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跑动都是自己，或者这么说吧，
我们生活了20-30年，甚至有的人40多岁开始跑步，到生活了40多年。你说你这个肌肉记忆和关节习惯这些，不太可能通过一些纠正就能怎么样？好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数据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会不带这个胸带。说实话，这个天气带着这胸带去冲的时候，真的是挺难受的。但是还好的是，我可以很习惯它，因为我是从最早开始只有心率胸带的时候就带过来的人。像现在的小伙伴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